馬斯克還要發射10萬顆星鏈衛星。最近，一條新聞在全球航天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已經向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提交申請，希望部署第3代 Starlink， 也就是 GEN3 星鏈網絡。如果申請最終獲批，未來計劃部署的衛星數量將達到約10萬顆。消息出來之後，很多媒體都提到了同一句話：事情很大，未來近地軌道資源將越來越緊張。因此，不少網友開始擔心了，如果美國真的把這麼多衛星送上天，中國以後是不是就沒有地方發衛星了？近地軌道會不會真的被馬斯克獨佔了？如果只是站在普通新聞的角度，無非就是美國又準備發更多衛星。但如果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這件事兒可沒有這麼簡單。因為這場競爭的核心從來都不是10萬顆衛星本身，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未來幾十年，人類進入太空時代以後，誰來建設全球空間基礎設施？誰來制定新的遊戲規則？如果把20世紀稱為海洋時代，把21世紀稱為互聯網時代，那麼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人類正在邁入一個新的時代——低軌空間時代。未來，無論是偏遠地區通信、跨洋航空、遠洋航運、無人駕駛、物聯網，還是應急救災，甚至軍事通信，都可能越來越依賴覆蓋全球的低軌衛星網絡。換句話說，今天你看到的星鏈並不僅僅是幾萬顆衛星，而是在建設未來世界的一張天基互聯網。誰能夠率先把這張網絡鋪好，誰就有可能在未來的信息基礎設施競爭中佔據更大的優勢。先說第一個問題，近地軌道到底是不是一種有限資源？馬斯克發射10萬顆衛星，真的會像一些媒體說的，把近地軌道搶光嗎？很多人對這個問題其實存在一個很大的誤解。不少人想象中的近地軌道就像高速公路一樣，只有一條環繞地球的道路，衛星一個挨着一個飛，誰先上去誰就把位置占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近地軌道並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大片空間。通常來說，從距離地面約160公里一直到2000公里左右，都屬於近地軌道的範圍。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軌道傾角、不同的軌道平面都可以部署衛星。如果把地球比作一座城市，那麼近地軌道更像是一棟擁有無數樓層、無數房間的超級摩天大樓，而不是只有一層停車場。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近地軌道並不會因為發射了10萬顆衛星就徹底沒有位置了。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競爭。真正稀缺的其實不是太空本身，而是4種更加重要的戰略資源。第一是國際無線電頻率，第二是適合大型星座長期運行的優質軌道，第三是越來越寶貴的軌道安全空間，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點，國際規則和協調的話語權。也就是說，未來真正要爭奪的並不是天上還有沒有地方，而是哪些軌道更安全、更經濟、更容易運營，以及誰能夠在國際協調中擁有更大的主動權。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既然軌道還有這麼大的空間，美國為什麼還要如此着急，不斷擴大星鏈規模？難道真的只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夠上網嗎？答案恐怕沒有這麼簡單。那麼，美國真正想搶的到底是什麼呢？今天很多人提到星鏈，首先想到的是衛星互聯網，但在美國的戰略規劃裡， Starlink 更像是一項未來基礎設施工程。就像200年前，誰掌握了鐵路，誰就擁有了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後來，誰掌握了高速公路、海底光纜和互聯網，誰就在全球競爭中佔據優勢。而今天，競爭開始延伸到了太空。未來幾十年，越來越多的應用都會連接到低軌衛星網絡，比如偏遠地區通信、海上航運、國際航空、自動駕駛、無人機、智能物流、應急救援，甚至未來的6G 網絡，都可能與低軌衛星深度融合。換句話說，低軌衛星網絡很可能成為未來數字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所以，美國真正想搶的不是某一條軌道，而是未來全球空間基礎設施的主動權。當然，真正讓人感到壓力的還不是這個，而是 SpaceX 已經形成了一種別人暫時很難複製的發展模式。他自己設計火箭，自己製造衛星，自己負責發射，自己運營網絡，再利用運營收入繼續製造下一批衛星，整個過程形成了完整的商業閉環。
火箭發射越便宜，衛星部署越快，衛星越多，用戶越多，用戶越多，收入越高，收入越高又可以投入下一輪建設。這種正向循環才是 SpaceX 可怕的競爭力。我發現很多人把 Starlink 理解成一家通信公司，其實並不準確。嚴格說，它更像是一家把航天製造、發射服務、通信運營和商業互聯網整合在一起的新型航天企業。因此，中國真正需要關注的也不是它已經發射了多少顆衛星，而是它為什麼能夠持續不斷的發射。事實上，截至目前，全球絕大多數低軌衛星都是由 SpaceX 發射的。這意味着它不僅擁有龐大的衛星星座，也擁有全球領先的發射頻率和運載能力。這一點值得所有航天國家認真研究。那麼，是不是美國已經贏了，中國已經沒有機會了呢？事實恰恰相反，近幾年，中國在低軌互聯網領域的布局也明顯加快。國家主導的國網星座已經啟動建設，目標是構建覆蓋全球的低軌寬帶通信網絡。以上海為代表推動的千帆星座等商業項目也正在加快部署。與此同時，中國商業航天近幾年發展速度明顯提升，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投入使用，可重複使用火箭不斷取得進展，越來越多民營航天企業開始進入發射、衛星製造和應用服務領域。這說明中國並不是在旁觀，而是在追趕。但是我們也必須保持清醒。如果未來全球低軌衛星數量真的進入數萬顆甚至十幾萬顆時代，那麼競爭就不會只是比誰的衛星更多，而是比誰擁有更強的綜合能力，包括火箭製造能力，包括發射能力，包括衛星批量生產能力，包括終端設備，包括芯片，包括軟件系統，包括國際市場，甚至包括國際規則的話語權。說到底，這已經不是一家企業和另一家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整個產業體系之間的競爭。問題來了，面對美國不斷擴大 Starlink 規模，中國到底應該怎麼辦？我認為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能不能超過10萬顆，而是未來20年中國要建立什麼樣的低軌空間能力。至少有5點，我認為值得重視。第一，堅持建設自己的低軌衛星互聯網。今天，很多國家之所以積極布局低軌星座，並不是為了跟風，而是因為未來的信息基礎設施不能完全依賴別人。互聯網如此，衛星互聯網同樣如此。一旦通信基礎設施掌握在別人手裡，關鍵時刻就可能受到限制。因此，無論是國網、千帆還是其他大型星座，中國都應該堅定推進，形成自主可控的全球通信能力。這不僅關係到產業發展，也關係到國家安全和數字主權。第二，加快突破低成本發射能力。很多人以為未來拼的是誰造衛星更快，其實更關鍵的是誰發射的更便宜、更頻繁。衛星不是一次發上去就結束了，它們有壽命，需要更新，出現故障需要補網，網絡擴容也需要不斷增加新的衛星。因此，未來真正決定競爭力的很可能不是衛星製造，而是進入太空的成本。誰能把1公斤貨物送入軌道的成本降得更低，誰就擁有更大的競爭優勢。這也是為什麼可重複使用火箭會成為全球航天競爭的重點。第三，大力發展商業航天。回顧美國商業航天的發展，你會發現，真正改變行業格局的不只是 NASA， 還有大量社會資本的持續投入，最終催生了 SpaceX 這樣的企業。這些年，中國也誕生了一批非常成功的民營企業，他們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實力，也培養了優秀的工程和管理人才，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一些已經相對成熟的領域，企業之間的內卷式競爭越來越激烈，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存量市場，大家爭奪的是同一批用戶，同一塊市場。我認為，未來中國更需要的是把更多社會資本引導到關係國家長期競爭力的新賽道。商業航天就是其中最值得布局的方向之一。因為商業航天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業，它能夠帶動火箭製造、衛星製造、新材料、高端芯片、精密加工、人工智能、通信技術等一整條高端產業鏈的發展，產生遠遠超過單一行業的溢出效應。
如果未來能夠有更多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願意把一部分資金、人才和技術投入商業航天，而不僅僅集中在成熟行業的內卷式競爭，中國商業航天的發展速度完全有可能再上一個台階。因此，我認為一個國家真正的競爭力不只是擁有多少成功企業，更在於這些企業和資本願意把目光投向未來20年、30年的科技前沿。第四，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未來，當近地軌道上的衛星越來越多，新的問題一定會不斷出現。軌道如何協調，頻率如何分配，衛星如何避碰，空間碎片如何治理，這些都需要國際規則。誰能夠更多的參與規則制定，誰就擁有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因此，中國不僅要把衛星送上天，也要積極參與全球空間治理，讓未來的國際規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續。第五，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中國真正需要追趕的不是 Starlink， 而是整個低軌經濟。這個其實很多人不理解，因為衛星只是其中一個環節，未來真正的競爭還包括火箭、芯片、通信設備、地面終端、操作系統、人工智能、數據服務以及完整的產業生態。只有整個產業鏈都建立起來，中國才能真正擁有長期競爭力。所以，當我們討論10萬顆星鏈的時候，千萬不要把目光只放在那10萬顆衛星上，它們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一角。真正隱藏在水面下的是一個龐大的航天工業體系，是持續創新能力，是制造能力，也是國家綜合科技實力。最後，我想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低軌空間時代。未來，決定一個國家航天實力的，未必是誰發射了最多衛星，也未必是誰最早登上月球。更重要的是，誰能夠率先建立起覆蓋全球、安全可靠、可持續運行的空間基礎設施。對於中國來說，這場競爭才剛剛開始，它比拼的不僅僅是火箭和衛星，更是科技創新能力、工業製造能力、商業生態能力，以及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能力。所以，與其擔心近地軌道會不會被搶光，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因為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別人發射了多少顆衛星，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建設屬於自己的太空基礎設施。你覺得呢？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